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4月5号，星期一。尊敬的战友们，今天你们健身了吗？今天来给大家讲点国际新闻吧。哎呀，出大事了，真的出大事了，要命了呀！习近平现在太厉害了，正在到处输出革命呀。你们看，泰国又转了，缅甸又转了，现在印度政府也麻烦了。中国和印度大家也都知道，这一两年都在搞什么中印边境冲突，双方呢一直僵持了一两年，目前来看呢也没什么突破。哎呀，这样僵持下去肯定也不是办法，嘿嘿。结果呢，你们看啊，今天就出事儿了，印度这边死了20几个人，哎呀，太惨了，这个世界还是不安定呀，到处都有人死于非命。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面具人先给大家报道一个新闻啊。根据印度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号的时候，印度安全部队在切蒂斯格尔邦与纳萨尔派的反政府武装发生了激烈的交火，已经确定了至少有22名印度士兵死亡。根据军方的内部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显示啊，这个安全部队是遭到了突袭埋伏。为什么会遭到突袭埋伏呢？因为这个安全部队很可能是收到了假情报的误导，因此呢遭到了伏击。印度当时呢是根据情报在相关地区展开清扫活动，因为情报错误，不知道当地是否有人埋伏。其实呀，当这个印度部队到达的时候，早就有大批的武装人员在同一地区等待。安全部队遭到伏击以后，与对方在非常近的距离进行了3个小时的枪战。当时这场战争有人形容出来了一个非常震撼的场面那就是有一名印度士兵先是被对方砍掉手臂，然后呢又被枪把他击毙了。哎呀，这个场面脑补起来就像是电影大片呀。有官员显示，这次行动之前收到的情报内容是非常具体的，按理来说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可是呢，现在我们再看武装人员进入了该地区以后，发现哎呀，这个行踪呀，这个活动更像是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呢真的是遭到了埋伏。早在过去10天内，有关的武装人员呀、反叛军的头目呀，一直有相关的情报出现。安全部队的行动正是基于这些情报才展开活动，进行什么剿匪呀、清扫行动，才导致了这次的遇袭事件。目前来看呢，这场袭击已经导致了22名印度士兵的死亡，有1名安全人员失踪。另外呢，此次袭击还造成了31名安全人员受伤，其中还包含了2名高级官员。不过呢，也有官员表示，武装人员中也承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些反叛军也有很多人被击毙了，一些人呢还在这个袭击中因为严重脱水而挂掉。因为印度这个地方很热嘛，你打完仗高强度的运动完以后，没有及时补水的话，很有可能真的是脱水而亡。我们来看这一次的这个惨剧，简直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呀！而且呢，套路很深。你看，先是给你一个假情报，然后呢煽动你行动，最后呢你行动到了具体地点以后，对你进行伏击，最终才取得了如此重大伤亡的胜利。可以说，这不是一般的阴谋集团能够玩出来的花样呀。想要玩这么成功的战略阴谋，就需要具备高强的厚黑功底和情报系统。还有呢，说不定有内部人员故意输送这种假情报，对不对？大家也看到了，标题中面具人也写到了，这次突袭的背后很有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在操作。为什么面具人会这么说哎呀，我当然是有我的底气了呀。来给大家喂一点猛料吧。
这次袭击印度政府部队的组织叫做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它是信共产主义的，也叫做印度共产党，甚至叫做印度毛主席共产党，叫做印毛派共产党。你们看啊，他这个纳萨尔反动派武装的旗帜，看这张图，你们来看他这个纳萨尔反政府武装的旗帜和中共的旗帜是一模一样的呀。其实呀，这个组织和中共的关系也是千丝万缕。大家来看这张图啊，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工程科学院未出版的资助项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共是高度支持这个印度的毛派共产党的，并且呢，这个党派在中国是被描述成了正义之师、解放军、印度人民的救星的。早在1967年，印度就开始了毛派共产主义革命，他们在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起义。这次事件呢，被看成是印度人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起义发生以后，中国的人民日报当时还发表社论，春雷轰隆隆，他的意思就是说，春风吹战鼓擂，印度人民当家作主革命啦。中共中央对这一次的印度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印度共产党的党纲其实和中共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照抄毛泽东的思想。面具人念给大家听一听啊。我们是印度无产阶级的联合先锋队，以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和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最低纲领是推翻新殖民主义的间接统治下的剥削下的印度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体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其实呢，这个组织非常的庞大，而且呢，它也有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他们也学会了共产党的那种游击战和星火燎原的技术，还有思想洗脑传销的技术，活动范围是非常巨大的。他们渗透的区域包括北起的尼泊尔边境，南至安德拉邦的广大地区，涉及了20个城邦、170多个县。他们的理念影响了有 1.8 亿多人，被外界称之为红色走廊，几乎相当于印度的1/3的土地。可以说，这个印度共产党啊，是中共之外的共产革命根据地。这个新的政党认为啊，印度的国情与中国相似，都有着庞大的人口，性质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农村人口绝对居多数，而且呢，大多数人都是贫困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了这个世界的老大哥，共产主义的老大哥。你看，现在中共都快要干掉美国了，那这个印度共产党就更有底气了呀。他们会觉得，哎呀，走中共这条路线绝对没有错。你看，中国越来越强，这更是坚定了这个印度共产党的通过持久的武装斗争夺取国家的政权、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思想的信念的决心。那这也是他们要给自己的党取一个毛主席名称的原因。为啥？就是因为毛泽东牛逼，毛主席牛逼，中国牛逼。1969年，以武装起义为斗争手段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派系成立。但是呢，这个党派就像面具人前几期节目中说的一样，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贵族思想，没有一个纲领，里面呢，很多人都是无产阶级的流氓投机者。所以呢，这帮人呀，仅仅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政党就因为内斗不断，然后呢就分裂了。这个政党的总书记查鲁马宗达的地位也受到了挑战，最后呢被人出卖，导致了他被捕，于1972年死于印度狱中。在随后的20世纪70年代，印度毛派支离破碎，
但是呢，他们依然坚持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人民战争的理论，这仍然是他们的核心理论。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个有着毛泽东思想的印度共产党还是断断续续的在印度制造起义和骚乱，还有战争，也造成了不断的伤亡，死伤人数也不少。就说最近的十几年的案例吧，2005年9月3日，在切蒂斯格尔邦的一个村庄，用地雷炸毁了反地雷装甲车一辆，造成23名警察死亡，5名警察受重伤。2007年3月15日，他们出动了300多人，突袭了切蒂斯格尔邦的巴斯塔县的一个驻扎着70多个人的警察哨所，杀死了55名警察，伤敌了12名，缴获了49支步枪和1门迫击炮。2008年6月29日，在奥萨里邦的一个水库附近，击沉了一艘载有64名警察的汽艇。警方的特种部队在渡江追剿毛主义分子时遭到袭击，有39名特种部队的官兵溺亡。你们看到没有？造成了多少的伤亡事件呀？这个印度共产党的各种行动啊，其实都得到了中共的高度赞赏。中国的红色网站上面更是这样形容印度共产党的：纳萨尔派就如同电影《阿凡达》中的土著人纳美人一样，要誓死捍卫自己的土地和资源，对政府军队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武装袭击。看到没？评价多高的，把印度共产党的人形容成了阿凡达了。那个英文歌是怎么唱的？那个主题曲还挺好听的。Walking through the streams, I sing you. My light in darkness breaking hope if new light. Now I live it through you and me. It didn't touch me. I pray. 哎呀，不行，面具人的英语不行。我们继续看主题吧，来看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夸奖印度共产党的。他是这么说的：这样一支武装力量的存在，和由于他们不断发起的游击战，就如同卡在帝国主义的喉咙里的鱼刺一样，深深地刺痛了印度崛起的大国梦。纳萨尔派武装在印度存在了长达40余年。1967年，印度农民桑亚尔和马扎姆达尔带领了100多名支持者，拿起棍棒和大刀，在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村开始了纳萨尔派武装运动。那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此起彼伏，因为受到了贫富差距、土地问题困扰的印度正值社会矛盾的突发期。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印度逐渐成为了世界舞台上迅速崛起的新兴势力。但这种社会的不公也加剧了国内的贫困一族他们对政府的不满。纳萨尔派武装运动趁势发展壮大，其成员以城乡贫困激进青年为主。他们声称自己代表印度社会中的被剥削者，尤其要代表那些部落原始居民与政府的腐败和不公做斗争。纳萨尔派武装所到之处，驱逐恶霸、地主及其私人武装，把土地和粮食分给农民，推行男女平等，通过武力来确保当地农产品的价格，从而保证当地穷人的收入。此举赢得了居住在印度偏远丛林地区生活的最贫困民众底层的强烈支持。听到没有？共产党对这个印度的纳萨尔派武装评价有多高？说他们是解放英雄呀，救老百姓贫穷于水火之中呀。由于历史渊源的问题，中国长期美化和夸奖印度共产党，也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怀疑，这印度共产党哪儿来这么多的钱去招兵买马，哪儿来这么多的军火武器？对呀，智商正常的人肯定会想，这印度共产党没有强大的后台持续输出物资、金钱和武装，他们怎么能够和印度政府抗衡几十年呢？按理来说，早就应该被剿灭了。于是呢，国际社会
对这个印度共产党背后的老大哥的怀疑声音也越来越高。由于迫于国际压力，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曾经公开表态，我们不清楚这些武装组织为何盗用中国的领袖毛主席的名字，而且呢，我们也不喜欢这样，他们要这样称呼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中国与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境内也没有任何组织或团体与他们有任何联系。不过，面具人，我想说，中共说的话是不能信的。王毅还说过，中国的人权比美国的人权好5倍呢，中国有言论自由呢。习近平还说中国人都脱贫了，全面小康了呢。你们觉得能信吗？要知道，这个印度共产党，它的背后是否有中共的大力支持，我们只用站在利益的角度上去考量就行了。我们从利益的角度上去思考，中共有没有必要这样做就行了。那刚才说了，包括经济、军事方面，印度共产党光靠自己是不可能快速壮大，以及跟强大的政府军周旋几十年的，那这个疑点咱们就不多赘述了。好，咱们现在从地缘政治上来思考，中共他扶持印度共产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嘿嘿，这里面的好处多着呢。第一大好处就是，众所周知，印度政府始终是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并且呢，印度的意识形态和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是完全对立的。印度这边是英美系民主，中国这边呢则是皇帝集权专制。中国它促进纳萨尔派武装组织的发展，让他们在印度内部搞革命、搞内战，就可以内卷印度的国力，牵制印度的发展。其实呢，印度对中国也是一样的。印度常常以新疆呀、西藏藏独的问题，什么巴基斯坦问题、海上军事交通运输的问题作为理由来牵制中国，双方就是这样你来我往。但是呢，中共利用印度共产党干印度现任政府，既可以不牵扯，以别国的身份干涉印度内政，他也不用自己出面，就能扰乱印度内部。何乐而不为呢？其实印度这边利用新疆、西藏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是，中国在支持纳萨尔派武装组织的时候，就可以借机扩大对藏南地区的影响力。一旦该组织得到了大力发展，印度将置于藏南地区的兵力必然会无暇顾及因为他要围剿国内的反叛军。任何情况下，政权的稳定是第一要素。如果说印度把精力都用来维稳国内的反叛军，他就会被动的无暇顾及多余的什么西藏呀、中印边境冲突呀，对不对？他就会减少对藏南地区的控制。还有一个大的好处就是，印度接邻中国，同时呢又是农业大国。如果说能扶持一个新的政权，建立新的秩序，比如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印度，正如当年的共产党救中国一样。当双方有了共同的政治体系，有了共同的理念、意识形态，那这两边勾兑起来就更加的方便了呀，对不对？最后一个好处就是，把印度搞乱了，中共就有更大的机会来扩张自己的一带一路。无论是通往中东还是东南亚、太平洋，爽歪歪呀，少了印度这个绊脚石嘛，对不对？那印共要政权，中共要印共牵制印度政府，双方都有着共同的敌人。印共要政权，肯定要干翻印度的现任政府嘛，中共也想牵制现任政府，所以呢，两个合作那绝对是天衣无缝。所以从利益角度上来看，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共有没有必要扶持印共呢？觉得有必要的请留言打1，觉得没必要的请留言打2啊。哎呀，印度现在真的也是难受得很，前面有中共在藏南中印边境冲突不停地咬着印度，后院呢，你看现在印度共产党又要挑起战争，搞什么解放革命。刚好呢，我告诉你，印度共产党挑的这个时机非常的好，因为印度它受到了疫情经济的影响，
老百姓的这个军心涣散，民怨沸腾。这个时候呢，有着几十年的老牌政党传统的印度共产党，打着这个打土豪分田地、解放老百姓的旗号，真的是能吸引不少的底层的无产阶级流氓加入他的，搞什么革命，搞什么解放，对不对？咱们仔细看啊，中共最近真的是节节胜利呀！你看，拜登现在宣布要在美国国内搞基建，这一下看起来呢，美国接下来的4年的路还是以维稳内部为主，外部环境争霸世界，美国应该真的是力不从心了。虽然说在对外团结盟友的政策上，拜登是比川普积极很多，但是呢，这对于共产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大选的时候啊，中共还是很惧怕民主党上台的。为啥？因为中共不了解民主党，不了解拜登，不知道他接下来拜登会玩什么套路。中共用了4年的时间，已经熟悉了川普的性格，川普的处事原则，所以呢，中共可能觉得，哎呀，川普还是比拜登这个未知的敌人更好对付一点，更加的稳妥一点，让川普连任，我们更加可以高枕无忧。于是呢，你看啊，中共就动用了很多方式干扰美国大选，扯后腿，挺川呀，派大外宣造谣什么的。可是目前看来呢，中共已经逐渐的适应了拜登治下的美国。哎呀，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牛逼之处。中共面对敌人永远都是高度战备、高度警惕的状态的，中共连一只蚂蚁都不会掉以轻心的。中共是不会犯那种盲目自大、骄兵必败的错误的。君不知，中共学者多如牛毛，都在研究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政治优劣。可是呢，我们高贵的美国人自从里根时期就开始走保守主义了，不再积极的探索世界了。当年里根之所以能够列解东欧，也是因为里根当时积极的搞国际交流计划。当时最著名的有国际青年学者交流计划，里根发了很多奖金，鼓励他们的学者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学习当地的优劣。这个学者派出到国外，就是现在中共搞的那套千人计划的原型。你看中共聪明不聪明，把美国的优点学过来了。当时美国派出了大量的学者到世界各地去学习各个国家的社会体制，所以呢，里根才能摸到东欧的软肋。可是近年来的美国已经有点闭关锁国的姿态了啊，关起门来不闻天下事，只管国内的维稳。反而呢，中共越来越积极的探索世界，积极的扩张，积极的学习和交流。那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全世界资本化过度了，都想着做生意了，都想着赚钱了，包括各个国家的领导人、政客，大部分都已经没有什么理想了，赚钱、潇洒、消费、娱乐才是最重要的。你看啊，就是因为这种思潮的兴起，每个人都过度重视资本，重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所以呢，导致很多国家，包括泰国、缅甸、越南，都在右转。保守主义嘛，我保守我的钱，我保守我的权利，我凭啥给你们这些贫下中农分呢嘛？是不是？哎，咱们想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不去探索中国，他还拿什么和中国竞争呢？你连你的对手都不了解。哼，中国这边其实也很搞笑，在大选前的时候高度谨慎呀。你看中共吓得屁滚尿流的屎都快出来了，结果呢，只是把自己吓得虚惊一场。中共知道自己的弱点，中共以为拜登知道自己的弱点，拜登也认为自己知道中国的弱点，结果就是中国知道了拜登认为自己知道中国的弱点不是中国的弱点，所以呢，中共才敢放开手脚，多点开花呀。在摸到了拜登不足以对中共造成威胁以后，你看越南、印度、泰国、缅甸，中共都是放开手脚了干，大刀旗鼓的去搞。甚至呀，你们看，中共还敢公开挑战美国的印太战略了，史无前例的派了大型的航母舰队进入了太平洋，宣示主权。
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4月4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4月3号上午8点左右，在日本长崎县男女群岛西南方向470里的海域处发现了辽宁舰队在内的6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日本自卫队的御用摄影师还跟拍下了中国航母编队的照片。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总监部在通报中指出，6艘军舰中除了辽宁号航空母舰之外，另外5艘军舰分别是055型驱逐舰南昌号、052D 型驱逐舰成都号、太原号、054A 型护卫舰黄冈号、901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号。而日本防卫省自卫队也从佐世保基地派出了海上自卫队第4护卫队的第8护卫群的梁越号驱逐舰、陆乌航空基地的第1空军所属的 P1 海上巡逻机，以及第5航空所属的 P3C 反潜机跟拍中国的航母编队，进行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那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各位发现了中共的一些特点没有？那就是中共特别擅长玩心理战。你们仔细观察啊，这一次日本的反应是非常怂逼的，他仅仅是跟拍，也不对话，也不交涉，更不敢警告驱离，甚至呢，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日本在国际社会上也没有叫嚣，也没有抗议。这一点呢，做的还不如菲律宾呢。为啥？因为日本经济高度依赖中国。昨天面具人还说中国下架了日本的 Switch 游戏。看，中国挑衅完日本，再下架你的游戏，日本连屁都不敢放。说实话，中国要是和日本打什么贸易战，日本是绝对扛不住的。那中国就可以这样拿着大撒币拿着金盾牌来回秀呀，装逼呀。其实中共它不简简单单仅仅是为了装逼而装逼啊，它的目的在于测试各国的底线，和抵制 HM 事件是一样的，测试西方资本家的底线。那共产党为啥要这样做呀？我们纵观历史啊，共产党自从建政以来几乎没有失败过，真的，共产党几乎没有败过。你甭管它的过程怎么猥琐，怎么垃圾，怎么狼狈，但是共产党真的是永远都是最后的赢家，又赢了，双赢，次次赢，并且呢，共产党每一次都是以弱胜强。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有没有人仔细研究过这是为什么？没有嘛。大家都喜欢骂共产党傻子、白痴、弱智，共产党今天要倒了，明天要死了，就是不愿意正视共产党的实力，从而呢对共产党松懈。本来共产党就强就猥琐，你还对他松懈，那你这不是找暴击呢吗？对不对？中共它总是会让你陷入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节奏中，你还不会察觉，你反而会觉得你是对的，你很好，你牛逼，你厉害，然后呢你就输了，最终呢你会被中共给你致命一击。咱们就拿台湾举例子，看台湾吃了共产党多大的亏呀，台湾跟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呀，最终败走到了台湾。可是呢，台湾现在的社会情况，你看看台湾的人民，就能证明没有洗不了脑的人民。大陆人固然可怜，可是呢，这已经是既定事实了。更可怜的其实是台湾人。事实证明呢，集权体制可以洗脑，言论自由也可以洗脑。只要你掌控喇叭，掌控媒体，就跟希特勒纳粹是一样的那个戈贝尔宣传学。给我一个收音机，给我一个喇叭，我就能控制一个国家的人民。面具人早在前年刚到油管的时候，就已经爆料了中共对台的统战计划，就是持续输出大量的民主大师，比如反共的，比如挺共的，甚至还有游戏的、美食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主播、意见领袖，以他们来聚拢台湾人民的意见，搞个人崇拜、比烂论、吹捧论。目前来看呢，很成功。中共对台湾渗透的真的是非常厉害呀！台湾人又无脑，崇拜中国的网红，崇拜那种台湾被收买的，天天煽动中国
和台湾仇恨的那种网红。其实智商正常的台湾人应该能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大陆14亿人，这个人口基数不少，并且呢，台湾确实要从大陆赚钱。还有呢，你想要消除大陆人的威胁，你就要尽量的沟通，而不是仇恨、搞对立、激化矛盾，懂了没？毕竟大陆有14亿人，台湾人是远远少于14亿人的，没必要以人少去挑衅、激怒仇恨，冤家宜解不宜结。并且呢，中国大陆人是被共产党控制的再说了，到处树敌有啥好处吗？对不对？能尽量不树敌，然后呢，捞好处，分清楚界限，把握住底线就行了，让自己的人民拿到好处，变得更强，找机会拓宽新的商业思路，拓宽新的国家的市场，这才是正道，而不是每天拿个被窝把自己的眼睛蒙上。哎呀，厉害了我的台，中国脑残，中国傻逼大陆小粉红该死杀光支那人，对吧？大陆今天又完蛋了，明天又完蛋了，好像大陆完蛋了，你台湾就能变成世界强国一样，这个思路不太对吧？打铁还需自身硬，你说是不是？你台湾强了弱了和大陆没关系，台湾强了弱了，大陆强了弱了是两个独立的事件，懂了没？可是台湾人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台湾就喜欢比烂呀、盲目呀、自大呀别人都是傻逼，就我台湾牛逼你说我台湾不好，那非洲也不好朝鲜也不好，大陆小粉红更不好我们再不好也比他们好。这就是台湾现在大部分人的这个年轻人的思想，你觉得这合适吗？这就已经代表了台湾人逐渐变成了被洗脑的台湾战狼了。那这种人在统治者的眼里就是废人、牲口，好控制、好骗。大陆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对不对？你想嘛，一个国家要长期的不停的培养这种民粹脑残、不思进取的、只喜欢比烂的、越来越烂的垃圾，这个国家它的寿命还能有多少年呢？对不对？红色贵族可以代代相传，他们等不了1代，能等2代，能等3代，后面有14亿人给他输血，你台湾人还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吗？确实呀，台湾是夹缝中生存呀前有狼后有虎的，我都不知道台湾人还有什么底气，觉得别人都是垃圾傻逼，就我台湾牛逼我人权第一。你说这个话就跟王毅说的那个话差不多中国的人权世界第一美国都没敢说自己的人权世界第一，对不对？你看台湾的这个网络上天天台湾民主好呀，台湾民进党好呀台湾的基建好呀，台湾啥都好呀，对不对？台湾啥都好，那为啥还被中共吊打呢？为啥经济还要依赖中共呢？为啥自己开拓不了自己的贸易区呢？你不是台湾世界第一吗？对不对？你这个逻辑解释不通。再说了，我再警告你们一遍，中共傻逼了、牛逼了、强大了、弱小了，那是中共自己的事儿，和你台湾没关系。台湾强大弱小，中共强大弱小是两个独立并行的线，懂了没？你不要总把台湾强了弱了跟中共挂钩，那你永远都是那种奴才，被中共踩在脚下，活在中共的阴影里的。所以你看，为啥这么几十年来，台湾一直跳脱不出中台两岸关系的阴影中，开拓不了自己新的贸易区，开拓不了自己的全球市场？为啥？来，你作为台湾人，你告诉我为啥？台湾人的眼界就跟那个马桶盖一样小，知道不？天天要么国民党，要么民进党天天就是你骂我，我骂你自己人骂自己人，骂来骂去，骂了受欺负了，骂不过了，再找几个大陆小粉红骂一骂，发发气，找几个垃圾拉泡屎，哎呀，
爽得很，这样就证明你厉害了。台湾人瞧不起大陆人，就跟大陆人那些瞧不起非洲人、瞧不起农村人是一个心态。瞧不起弱者是可耻的，懂了没？可是台湾现在的思潮就是这样呀，瞧不起非洲人，瞧不起黑人，瞧不起大陆人，瞧不起这个朝鲜人，有啥意义吗？而且呢，你们想一下啊，台湾这种思想，动不动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就自己的民主世界第一，牛逼厉害了我的台，这种思想和中共的战狼粉红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拜的主子不同，仅此而已。人痛苦的不是已经失去的东西，更让人痛苦的是即将失去的东西，比如大脑。现在台湾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人失去这种东西。顺便给大家说一个笑话台湾人居然信独裁国家的大陆人教台湾人讲民主，听懂了没？独裁的大陆人当民主的台湾人的民主老师，而且呢，台湾人还听得津津乐道。台湾的民主好呀，台湾厉害了，台湾这个好那个好，经济好，文化好，环境好，基建好世界好，好。你们懂不懂什么是捧杀一个人他有多好，一个人他有多强，强者是不需要别人来证明他强的，强者自强。而弱者呢，往往会有10000个理由、1亿个理由去掩盖自己的弱小，自我鼓吹，阿 Q 精神，自吹自擂。弱者最喜欢的就是别人美化他。什么叫做捧杀？我告诉你们，中共的战略就是这样，心理按摩呀，心理麻痹呀，说你这也好那也好，让你忽略社会的矛盾，让你忽略社会的问题。结果呢好得很，好来好去，好了几十年。你看中共穷得脱裤子，到现在干美国台湾之前比中国还有钱得多，现在呢，对不对？为什么不反思一下自己难道说中共死了活了，你台湾也跟着中共去死台湾人的思维摸不清呀。包括美国，中共套路深呀。这些事儿我讲烂了都。美国呀，台湾呀，世界的民主呀，可惜啦。不过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墙内的大陆人赶紧跑吧，撤退。这中国人在中国是活不下去的，你没听错，中国人在中国想要活下去太难了。可是外国人在中国那就很潇洒了，中共是需要吸引外国人的资本的，可是你中国人不就是锁在笼子里面的家畜吗？那好，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就请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认为咱们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就请不要忘记点击转发，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还有呢，面具人最近在准备一些心理学的资料，如果各位有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心理学，还有心理状态不好想要咨询面具人，可以点击屏幕下方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然后呢，面具人最近会开始更新深度的一些会员节目了加入会员就能观看。想要移民和理财的朋友们，也可以看屏幕下方的邮件或者加我的 LINE 号。那好，我们下期再见。